大家好，欢迎来到 This is my architecture。我是来自 AWS 的架构师 Neil。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来自 PT-MAND 的架构师曹一鸣。一鸣你好。Neil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架构好吗？没问题，谢谢。特别荣幸今天呢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分享。我想在进入架构之前呢，大概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提供的服务，它的这个特征，这样可能有助于大家去理解架构本身。好的。我们公司提供的服务呢是一个云端的这个实现数据的集成、可视化和分析的这样一个平台。它提供的能力帮助用户去快速把他自己需要分析的数据接入到系统里边来，然后快速的去分析里边这种真正有业务价值的这些洞察出来。好的。能够接入的数据包括比如说你的 Excel 文件，包括企业内部的一些数据仓库，也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公司经常使用的外部的这些云端的应用程序提供的 API 这个调用接口。好的。所以从架构图上来看，是不是这一边是您的传统架构，然后这一边是云上优化过的架构？没错，这样的话其实两边比较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清楚。好的，请继续。好的那我先从我们的老架构来说，在之前迁移到 AWS 之前呢，我们的系统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部署在自己运维的 IDC 机房的这样一个偏传统一点的这个云端应用然后呢，当一个请求进来之后，它会先落到我们的前端和这个核心业务层。然后这个数据查询请求会继续向下这个转发到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数据连接器模块。可以看到这个模块呢内部还有很多的子模块。这些每一个子模块呢其实都对应着一个去有能力对接外部的这个云端应用的这样一个数据连接器的实现。并且在边上呢，我们有一个 MySQL 的集群，用来维护这些数据连接的它的一些元数据信息。所以当一个查询请求进来之后呢，数据连接服务会先去从 MySQL 查找到这个请求应该激活哪一个这个数据连接的模块，并且呢去调用这个模块，这个连接器模块会真正的把查询请求发送给一个外部的云端的 API 调用，来真的满足这样一个数据查询。查询结果会返回来，并且会返回给前端，最终返回给最终用户，展示到它的图表上面去。好的。然后从部署的角度，我理解这些数据连接器应该是部署在不同的 server 上，包括 MySQL 这台服务器数据库也是您部署在不同的 server 上，是吗？没错，之前我们大部分服务都是部署在或者物理机或者虚拟机上边的。好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的架构。好的。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的话，在最上边的这个前端和核心这个服务这个层次的服务呢，其实直接被映射到了运行在 EC2 上边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迁移。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执行的成本比较低。好的。对，然后在下边的这个数据连接服务这个层次呢，其实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服务重构，用来支持我们未来的一些业务目标。好的。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模块。可以。对，以前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单体服务的这样一个架构。没错。然后映射过来以后呢，可以看到用到了很多 Lambda 服务和 API Gateway， 它已经典型的变成了一个微服务或者说无服务这样一个架构。没错。对，当数据查询请求从用户端进来之后，它依然会落在运行在 EC2 上边的前端和核心服务层。然后从这个层次呢，依然会向下层的这个数据连接器服务进行一个转发。对，但是呢，这个运行于 EC2 上边的数据连接器服务，它的功能和原来的这个单体服务已经不太一样了。对，已经不一样了，是吗？没错，请讲一下。对，它的职能被进行了一个收缩。以前它其实既负责这个满足数据查询请求，也去运行实际的这个数据连接器的这种执行逻辑。然后在新的架构里边呢，它其实完全起到了一个数据连接器管理的作用，而不再真正进行数据的外部的数据查询。对，而实际的数据连接器的模块呢，都被抽取成了下边的一个一个独立的 Lambda 服务。所以我的理解是，您在这里做了一个架构的一个解耦，对吗？您把管理方面的工作交给了这一层的那个计算服务来做，然后把数据相关的结构交给了下面这一块来做。是这样的，是不是？你能不能从这里展开一下您的那些服务呢？好的，我们沿着刚才这个断点继续讲。对，当一个请求到达了数据这个连接服务的时候呢，它依然会去查询
一个缓存。没错。对，这个缓存直接使用的是 Elastic Cache。没错。对，如果缓存命中的话，那么请求直接被满足，这样用一个比较低成本的方式就直接返回了。好的。对，当请求缓存没有命中的时候呢，它会去查询维护原数据的这样一个这个 RDS 服务。对，这个 RDS 其实是替换掉原来的 MySQL 集群。OK。对，当查询 RDS 结果获得回来之后呢，它就会定位到下边的哪一个 Lambda 服务需要被真正的激活。OK。请求呢仍然会先抵达 API Gateway， 再由 OK。没错，由 API Gateway 呢真正的分发到具体的 Lambda 上边去。OK。对，每一个 Lambda 服务呢，其实最终会去和外部的云端应用的 API 进行对接，达到真正的这个数据获取的目的。所以这边每一个 Lambda 服务对应的就是这边每一个 Data Connect 的模块，对吗？对，是这样的。OK。整个的重架构其实给我们带来2个非常大的好处。之前的一个很大的痛点是，随着我们的数据连接能力越来越强，我们的数据连接器的服务变得越来越臃肿，所以每一次部署的时候呢，都需要去整体重新部署整个的数据连接服务，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额外的这种不管是运维啊，还是开发调试的这成本都很高。没错。对。当迁移到这个无服务的模式之后呢，因为每一个连接器其实都是一个独立部署的 Lambda，所以说当我新增或者更新一个这个数据连接器的时候，完全不需要去触碰其他的连接器，对系统的稳定性还有开发调试的这种灵活性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好的。另外一个痛点呢是，之前还是由于它是一个单体服务造成的一个困扰，就是说所有的连接器都必须用相同的编程语言来实现。没错。我们的后台基本上都是 Java 来实现的。没错。所以说连接器或者使用 Java， 或者使用运行于 JVM 的某一种脚本语言来实现。没错。对，对我们来说，其实对开发人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束缚。OK。对，迁移到这个 Lambda 之后呢，我们就有很大的灵活性去选择任何一个 Lambda 平台支持的语言，不管是 Java、Python、Node.js 或者 C#， 来灵活的去决定怎么来实现一个新的数据连接器。OK， 所以从您的经验来讲，开发人员会更加喜欢这样一种灵活的选择的方式，对吗？对对，没错。OK， 谢谢。这个基本上新旧架构的对比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的，那我觉得从整体架构来讲，我觉得您做了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就是在前端的这些应用，您因为可能考虑到成本或者效率的要求，您做了一个 rehost 整体的这样一个迁移，而对核心的 Data Connect 这里做了一个比较大的 refactor，一个架构的一个改造。那您觉得这样一个架构，您是不是还有优化的空间呢？是的，其实我们的下一步计划呢，就是把您刚才说的没错，我们的前端和核心服务端其实是做的直接一个 rehosting， 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迁移成本相对来说比较可控，时间比较可控，然后它的风险也不是那么的大。对，但是我们将来的目标呢，是把整个的后台系统完全迁移到基于容器和 Lambda 这样组合的微服务或者说无服务的这样架构上边去，所以我们一直在对 AWS 比如说 ECS 和 EKS 都保持特别强的关注。OK， 所以这一块你也会用各种无服务化的架构来改造是吗？或者是容器的架构？没错。OK，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架构。谢谢。谢谢你一鸣，谢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大家，这里是 This is my architecture。